在丧尸病毒爆发的末世，法国最大的武装组织召开了一场集会，基本当地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邀请参加，而一些普通幸存者也可以通过审查后进去凑热闹。受到热内邀请的奎因坐在车中，伊莎也换了身得体的衣服跟了过来。他之所以跟着奎因前来，是因为不久前有人给他偷偷传递了一张纸条。就在他透过车窗打量外边时，却无意中看到了排队人群中的法卢等人。不用想也能猜到他们肯定是来营救自己的。很快车子就到了门口，一个士兵朝着后排走来。Monsieur Quinn, Madame Genet vous propose une visite. Aces. I brought the primo stuff. 接着俩人便走下了车子，伊莎的心里很是忐忑。她先是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人群中的伙伴，然后朝前走去。让她没注意到的是，士兵看他们的眼神有些不对劲。下车后的二人被守卫带着前往大楼，在路上奎因也察觉到了一丝异常，前后各有2个手持武器的士兵，与其说是在护送，可这架势像极了在押解犯人。不多时，他们便来到了一处昏暗的走廊。这时，一道求饶的声音突然响起。奎因傻眼了，求饶的这位正是他为了让劳伦特出城买通的人，看样子好像暴露了。Monsieur Quinn, bienvenue à la maison même. Bonjour. Bonjour. Enjoy this meet your friends. Madame Genet, this is Isabelle Carrier. Enchantée. My apologies. One of my guerriers charged with securing the city. He accepted a, how do you call it in English, un pot de vin? Bribe. Précisément, a bribe. To allow people out who want to take it. Should have done this job. If you please. 奎因心中不好的预感越发的强烈，但此刻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去了。进到里面，他们才看清，原来这是一处牢房。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小情人安娜居然也在这里。这下他明白了过来，看今天这个阵仗，这个女人8成是把自己卖了。Didn't we have an agreement? 还没等奎因回话，他便愣住了。后面的伊莎也是瞪大了双眼。牢房里关着的竟是穿着背带裤的达里尔。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逃出巴黎，奎因更是一肚子窝火。You've got no idea what you've done. 安娜一句话都没有说，这就是她报复渣男的下场。往后她不打算做奎因的老板娘了，而是选择直接当交易所的老板。奎因虽然很是愤怒，但还是强行忍着没有发作，而是露出笑容向热内表示这件事是可以解释的。可热内根本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直接让手下把他也丢进了牢房。You need me. What are you? Get your fucking hands back. Come on, dear. Come on. Sorry. 热内没有为难伊莎，而是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劳伦特也在这里，伊莎赶忙冲上去，将其紧紧地抱在怀里。On a un peu fait connaissance. Je comprends que les gens se fassent duper. Duper par quoi? Un enfant très spécial. Né d'une malédiction, la mort qui donne la vie. Une Vierge Marie, un phénix qui renaît de ses cendres. Ça sonne plutôt bien, non?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Qu'il fasse une apparition. Il n'aura qu'à sourire, rien d'autre. 其实热内打一开始是想杀了劳伦特的，他想摧毁那帮信教徒们的希望，从而瓦解他们。可通过接触这孩子2天，他改变了主意，与其杀了这个普通孩子，倒不如利用一番。他想让劳伦特告诉所有信徒，他热内才是上帝选中的救世主，这样反倒是名正言顺。伊莎也清楚，只有劳伦特按照热内说的去做，才能保证他的安全。可劳伦却不愿意配合热内的谎言。Dit en mensonge. Tu vas me mettre en colère. C'est pas une bonne idée, chouchou, de me mettre en colère. Vous êtes pas en colère. Vous avez le cœur brisé. 热内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这孩子竟看穿了他的内心，恼羞成怒的他直接站了起来。Tu feras ce que je te demande. Tu n'as pas le choix. 而牢房里，奎因还在跟达里尔发着牢骚，不断指责着他的无能，连个巴黎都逃不出去，还有脸一个人占着一张床。
过了一会儿，等人们到的差不多后，热内的集会也拉开了序幕。临上场前，他叮嘱劳伦特，告诉他一会儿自己要上台做个演讲，等我的信号你就出来，然后告诉大家我热内才是拯救世人的天命人。劳伦特虽然很讨厌这个大神，可眼下他也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热内不紧不慢地走上大厅2楼，周围顿时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他们其中有很多人都是热内组织管辖的。Bienvenue mes braves amis. Oui mes braves, car vous vous êtes risqués au dehors. De Saint-Denis, de la rive gauche, de Montmartre, de la Chapelle. Nous sommes ici pour célébrer notre renouveau et l'avènement d'une 6e République. Désormais et pour toujours, nous serons libres, forts, intrépides. 热内的野心不小，直接表示要建立一个新的法国，彻底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接着他不断说着一些慷慨激昂的话，向大家描述着美好未来的憧憬，而前来参加集会的人们也都纷纷附和响应着。他们倒不在乎你热内做不做女王，只在意自己在末世是否有饭吃，是否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就行。就在热内不断画饼的时候，达里尔被带到了大厅中，守卫还给他解开了手铐，然后一把便将他给推向了大厅中央。瞧着看台上的观众，达里尔是一脸的懵逼，不知道这是要做什么。接着热内表示他们成功的研发出了一种秘密武器，不仅会保护所有人的安全，在往后的日子还会利用他们统治世界。今天就是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秘密武器的力量，它会让我们的敌人付出惨痛的代价。说着还高喊了一句口号 Pouvoir des vivants. 就在全场欢呼的时候，一个守卫走进了大厅，将一把斧子丢到了达里尔的脚下，然后转身退了出去。达里尔看到这一幕，心里猜测对方是打算让自己和什么人战斗吗？因为刚刚热内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天，他是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听懂，搞不懂这个女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时，大厅的门再次被打开，只见2个士兵推着一道人影走到了场上，看着那吴老二的步伐和阵阵低吼声，用屁股想也能猜到那是只丧尸。见到丧尸登场，台上的观众们都兴奋了起来，他们都在期待接下来的战斗。这时，看台上的一个士兵利用麻醉枪朝着丧尸的脖子就发射了一针药剂。看到丧尸怪异狰狞的样子，直接勾起了达里尔不好的回忆。那是他被拐来法国的时候，在轮船上遇到的一只狂暴丧尸。那次交手，他完全不敢招架，最后更是硬生生的逼他跳了海。眼前这只莫非跟那只是一样的？只见丧尸在药剂的作用下开始了剧烈抽搐，而看台上的热内则一脸得意地望着这一幕。Ils applaudissent. Victor! Victor! Today you die! For my brother! 此刻达里尔也明白了，对方是打算用这只变种丧尸杀死自己，那他也不会坐以待毙。固定丧尸的2个士兵还在咬牙坚持着，他们得等药剂完全发挥作用了才能将其放开。很快，变异过程结束了。守卫解开皮带的一瞬间，狂暴丧尸便冲了出去。还好弩哥反应够快，直接侧身躲过了丧尸的第一轮袭击。眼见丧尸再度扑来，达里尔直接攻其下盘，一下便将丧尸打倒在地。眼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达里尔瞅准时机，直接对着丧尸身体捅了上去。可丧尸的双手还在一个劲地抓向他，他只能不断地躲闪，却不料这只狂暴丧尸的血液也带腐蚀性，不小心沾染一些的他直接被灼烧的放开了手。没有了武器的弩哥赶忙环顾四周，就在他寻找家伙事的时候，只见那只丧尸的身体正一点点地朝外挪动。这时达里尔注意到了墙上的旗子，可丧尸已经挣脱了出来。弩哥堪堪躲过这一飞扑，赶忙来到了墙边，他想把旗子拔下来充当武器，可没等他成功，丧尸便又嗜血地扑了过来。这就是穿了背带裤的弩哥，简直不要太帅。而他这一下也将看台上的所有人都镇住，热内更是脸色铁青，本想彰显实力的，这不纯纯打脸吗？ Est-ce que vous avez eu à proposer? Non, ce n'est que le début. 他刚说完，大厅的房门被打开，几个穿着防护服的人拿着铁钩走了进来，然后开始清理着场上的尸体。
这时看台上的人们也开始小声讨论了起来，纷纷猜测这是谁的部将，连变种丧尸都拿他没办法。就在周围议论纷纷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走了进来。达里尔一瞧，还有个熟人，一路被推搡而来的正是奎因这老小子。看台上的伊莎等人也瞪大了双眼。只见守卫把奎因推到了达里尔身边，然后将铁链的另一头靠在了达里尔的手上。接着又有俩人送来了2把武器，二人瞧这架势，心里也明白了，这是要让他们两个相互拼杀啊。达里尔直接捡起了斧子，这家伙可比狂暴丧尸好对付。You against me today? I ain't gonna die in here. You look half dead already. I'll be quick with the last half. 奎因知道达里尔不好对付，赶忙紧紧地握着铁锤准备招架。就在他俩准备动手的时候，场上的灯光却突然全都熄灭了，黑暗瞬间笼罩了整个大厅。就在众人不明所以的时候，一束灯光打在了大厅中央，看台上也响起了欢呼声。这诡异的一幕直接把场上的俩人搞得有些懵。